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我们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说真的超级硬核的主题——全球暖化。先别急着转台哦。我们今天不谈那些你听到腻的科学数据，也不谈环保小撇步，而是要用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角度，也就是哲学，来重新拆解气候变迁这头巨大的怪兽。你会发现，当哲学家介入的时候，整个问题的样貌，将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问题来开场。关于气候变迁，我们每天听到各种新闻、各种报告、各种警告，感觉好像很懂，但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会不会我们用来理解这个问题的那个基本框架，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本身就有瑕疵，那再多的努力、再多的科技，是不是都注定徒劳无功？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支内容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好，那要谈论一个可能错误的框架，我们得先从主流的、大家最熟悉的那一个开始看起。在科学界，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语境里面，最常用来理解气候系统的比喻，就是把它看成一台巨大的、非常精密的气候机器。这个词其实在物理学界非常普遍，就连 NASA 都用这个概念来建立他们的气候模型。你可以这样想象，地球就是一部超级巨大的热力引擎，它吸收太阳的能量，然后透过大气层的喷射气流，还有海洋里的洋流，像是墨西哥湾流这些，它们就像是机器的传送带跟冷却管线，把热能很精准地配送到全球各地，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过去几万年，说真的，这台机器都运作得相当不错，对吧？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赖以为生的这台巨大机器，现在很明显的已经彻底失控了。它 out of whack， 就是完全乱了套。你如果去看 NASA 网站上的那些视觉化模型，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和谐运转的蓝色星球，而是一个充满红色警戒、数据异常、运作失序的系统。我们感受到了各种极端天气，其实就是这台机器失灵的时候发出来的那些刺耳的警报声。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来看最直接的证据，欧洲的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已经证实，全球的年均温正式突破了巴黎协定设定的那个 1.5 度 C 警戒线。这条线原本是我们希望在2010年都不要跨过的最终底线，结果我们现在就已经达标了。这就好像你开车，引擎的转速早就冲进了红线区，而且那个指针还在不断往上抖。这台气候机器是真的坏了。但如果问题不只是坏了这么简单呢？如果问题的根源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机器这个词的意思呢？好，到这里为止，剧本听起来很简单，对吧？机器坏了，我们就想办法修好它。但如果这个把气候看成一台追求完美稳定的机器的想法本身就错得离谱呢？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哲学家的工具箱，拿出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违反我们直觉的工具。这句话是出自两位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格塔利。你第一次听到，肯定会觉得这是在讲什么？机器不就是要好好运作吗？怎么会是透过出错跟故障来运作？这完全违反我们的直觉嘛！但这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就是我们理解气候危机的全新钥匙。他们认为，机器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它的不稳定，它的吱吱作响，它的摇摇欲坠。为了更好理解，我们来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种机械观。你看左边是我们传统的牛顿式的机械观，想象一下手表的内部，每个齿轮都非常精准、可预测，它的目标就是完美的重复运作。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它跟外界是隔绝开来的。但右边德勒兹的机械观就完全相反，他认为机械是动态的、不可预测的，它的运作本身就必然包含故障和时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不断的在跟外界的一切事物、能量、资讯、社会、文化，甚至我们的欲望进行连结跟交换。它其实更像一个生态系，而不是一个时钟。德勒兹与格塔里就把这种开放的机器称为欲望机器。
这个概念就更抽象一点了。这里的欲望不是指说我今天想喝一杯珍珠奶茶那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一种更根本的驱动万物连结与流动的力。你可以想象一条河流欲望着流向大海，资本欲望着不断的增值。所以欲望机器指的就是工厂里那种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个动态的组合体。它像一个生态系一样，把各种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全部连接在一起，有物质，有能量，也有社会制度、资本流动，甚至我们潜意识里的集体欲望。这台机器不是被动的工具它是主动的，它不断在生产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接下来这个观念超级重要。另一位哲学家西蒙东提出，任何一项技术的发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一台机器被发明出来，它就会在它的周围创造出一个专属于它自己的生态环境，哲学家称为相伴随境。简单来说，就是机器和它的环境是互相定义、共同演化的。机器塑造了环境，而环境也反过来决定了机器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马上用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电脑。电脑最初被发明是为了解决军事上的运算问题，对吧？但当电脑普及之后，它就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全新的需求，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电脑连起来。于是网络的可能性就出现了。而当网络真的被发明出来之后，它又回过头来彻底改变了电脑的功能和设计方向。现在的电脑如果不能上网，基本上就是半个废物。你看，电脑与网络这两台机器，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相伴随境。这个环境里面包含了你我这些使用者，晶片工厂里的工程师，在非洲挖古矿的工人，电商平台的演算法、物流司机，甚至还有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跟网红，所有的一切都被卷进这个机器跟环境共同演化的巨大系统里面了。好，我们现在有了欲望机器和相伴随境这两个新的分析工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新的框架来重新分析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眼前的气候危机。我们要来做一次社会机器的拆解。这是我们 Revision Lab 的重头戏拆解。根据哲学家葛塔里的理论，任何一台社会机器不管多复杂，都能拆解成这6大零件。我们快速看一下。第一是物质与能量，这很直观，像是石油、电力、稀土金属。第二是符号与认知，也就是驱动系统的软体，像是科学理论、演算法，或是 GDP 必须成长这样的经济信条。第三是身体与情绪，没错，你我的身体都是机器的一部分。我们看荧幕的眼睛，滑手机的手指，甚至我们对于错过资讯的集体焦虑感 FOMO， 都是驱动机器的零件。第四是集体资讯，像是媒体上关于全球暖化的讨论，或各种 ESG 报告。最后2个比较抽象。第5是主体化过程。第6则是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那个看不见的抽象机器，也就是整个系统的底层逻辑。其中第5点最为关键。重点来了，在这6个零件中，主体化过程最为关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如何在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中成为自己的过程。这里有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是被动的被主体化，就像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社群平台的使用者，我们以为我们在使用 App， 但其实是演算法在使用我们。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都被平台给设定好了，我们成为机器的产物。但还有第2条路，我们主动的去创造新的主体性，去挣脱既有的机器逻辑，发明新的玩法，害进系统里。好，讲了这么多有点硬的哲学概念，到底跟气候变迁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些工具应用到驱动我们现代世界最强大的那一台欲望机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在德勒兹与格塔里的分析中，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底层逻辑跟以前所有的社会机器都不同。以前的机器像是封建制度，它的目标是维持稳定，维持既有的疆界。但资本主义这台机器最根本的特质就是为生产而生产。它不断地打破旧有的限制、旧的编码，去释放、去加速各种能量流、欲望流。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什么特定需求，
它的目标就只是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扩张，永无止境。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这台巨大机器所驱动的那个最根本的欲望流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就是电力。你想想看，从训练 AI 模型需要烧掉的巨量电力，到你我手机随时要保持满电的那种轻微的焦虑，我们现代生活的一切都建立在对源源不绝而且越来越庞大的电力的欲望之上。这个欲望已经内化成我们生存的本能，停电一天，整个社会机器就可能瞬间瘫痪。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拼图都凑起来，当对电力的无限欲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机器的核心驱动力，它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相伴随境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前的世界。为了储存你我 IG 上的照片和云端资料，我们盖了需要巨量电力来散热的数据中心。为了让你随时能买到世界各地的生鲜食品，我们建立了庞大的全球冷链物流系统。我们习惯了恒温的办公室，搭飞机像搭公车一样方便的跨国旅行。而这整个由电力欲望所驱动的巨大机器，它跟环境共同演化出来的最终产物，就是一个失控暖化的有毒的环境。这个环境其实就是那台气候机器失控的真正根源。讲到这里，好像蛮绝望的，对吧？我们似乎被卷入一台自己无法控制，而且正在自我毁灭的巨大机器里面。我们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好像也是共犯。那还有没有逃出去的可能？哲学家们当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德勒兹与格塔里提出了一个很美的概念，叫做逃逸路线。所谓逃逸，不是说要跟这台机器正面对决，去把它砸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机器的一部分，那样做没有用。逃逸的意思是在机器的裂缝中找到新的路径，就像你不是去对抗河水的流动，而是去挖一条新的渠道，把水引到新的地方。也就是说，从既有的游戏规则中脱钩，然后去发明、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玩法，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带出了最困难也最核心的问题。既然我们现在的困境是由于一台追求无限生产、无限欲望的机器所造成的，那我们的逃逸路线会不会就是去发明一种全新的欲望，一种对于少一点、慢一点的欲望，一种对于节制的欲望？这听起来好像跟哲学家那种强调欲望流动的精神有点矛盾，但这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当整个社会机器从广告、社群媒体到经济政策都在告诉你要更多、要更快的时候，我们有办法从内心深处真的去渴望一种更简朴、更节制的生活吗？但这条逃逸路线马上就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科技。很多人会说，没关系，科技会解决一切，我们会有核融合更厉害的碳捕捉技术。但这会不会只是让我们用一台更新、更有效率的新机器去修补旧机器的问题，而从来没有去改变机器本身的欲望逻辑？就像复活节岛的文明，他们不断发明新技术来砍更多的树，造更大的石像来延续他们那种浪费资源的生活，直到整座岛屿生态彻底崩坏。科技会不会反而只是让我们看不见问题根本的诅咒？再来是更复杂的层面，地缘政治。当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一台追求自身经济成长与国家利益的巨大欲望机器时，气候问题就从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生存问题，变成了国与国之间互相竞争、谈判的武器。例如，为了跟别国的电动车产业竞争而延后淘汰燃油车的时程。在这种巨大的机器互相角力之下，我们所谓的全球共识还剩下多少真实性？最后，这一切都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从个人的认知到形成一股足以撼动整个巨大社会机器的集体力量，这条路到底还有多远？我们作为这台机器最微小但也最关键的零件，到底该如何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这支内容想留给大家一起思考的。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主流观点将气候看作一台追求稳定但现在已经坏掉的机器。
第二，但哲学家提供的全新的视角，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台有欲望驱动的、必然会不断故障的开放机器。第三，我们当前的气候危机，正是这台机器对电力的无限欲望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有毒相伴随境。而真正的解放，或许不是去修好旧机器，而是从根本上去发明一种全新的欲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